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3秒銅礦照見2年裂變，白鹿與王鶴棣為何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未來？2025年初的微博願景之夜，本是娛樂圈例行的盛大紅毯與年度慶典，卻因為一個意外銅礦而成為全網最熱議的瞬間。當白鹿與王鶴棣在會場中並肩落座，短短3秒的鏡頭便猶如點燃火藥的火星，引發了社交媒體的爆炸式討論。短視頻平台、直播彈幕、熱搜榜單幾乎同時被他們的名字佔領，無數人為這一幕所震動。2年過去，他們怎麼變得比從前更有故事感了？然而，這3秒真正值得關注的，並不是所謂的情感猜測或重逢意味，而是它折射出的2條完全不同的職業路徑。當鏡頭重新對準這2位年輕演員時，公眾才恍然發現，2年不算長，卻足以讓一個人的氣質、狀態、方向發生根本性反轉。白鹿穩健、沉着、有力量，王鶴棣耀眼依舊，卻顯得焦慮而迷惘。3秒鐘是重逢，也是分岔後的再會，更是娛樂行業最真實生態的一次清晰顯影。視頻試圖回答一個問題：同樣站在聚光燈下，為何他們如今的距離越來越大？1. 意外的銅礦不是回憶，是現實的對照。當現場燈光暗暗，攝影機啟動，所有長槍短炮幾乎在同一時間轉向了他們所在的桌子。白鹿與王鶴棣並肩而坐，並沒有刻意的預熱，也沒有團隊提前釋放話題，而是一次純粹的節目安排。然而，正是這樣的不經意，顯得比任何營銷都更具衝擊力。白鹿輕聲對王鶴棣說了句什麼，他微微點頭，少年感依舊。2人側身靠近的一瞬間，快門聲密集如雨點，尖叫聲蓋過音樂，彈幕刷滿夢回當年。這種化學反應來自作品，也來自大眾對他們組合曾經的記憶。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，觀眾隱約意識到，2年前並肩的2個人，如今已經身處不同的高度與狀態。這不是情懷，而是事實。2. 白鹿一步比一步穩，越走越寬闊的演員之路，不靠外貌，靠磨練。真演員不是標籤，而是過程。白鹿的演藝路徑從來不是短時間爆紅的爽文模式，他既沒有天降的絕對資源，也沒有靠一部劇集封神的幸運。他選擇的是最枯燥也最扎實的方式，不斷試錯，不斷打磨，不斷積累。在合作者眼中，白鹿是一位進組就像關掉自我的演員，他能把18小時的工作變得平靜而純粹，將情緒、動作、語氣精準壓進角色之中。許多時候，他一天的訓練和修正甚至沒有任何鏡頭記錄，但他堅持得毫不張揚。這種耐心是娛樂圈裡最稀缺的品質。專業認可，從人氣到實力的躍遷。2024年，他獲得了國家3級演員稱號，這在外界看來也許只是多了個榮譽，但業內都清楚，這意味着他的專業度已經跨過一道門檻，這是演技、態度、積累多方面的綜合認可。到了2025年，他在北上裡中塑造的夏鳳凰，成為他演員生涯的轉折點。角色不依賴戲劇性爆點，而是以滲透式成長引人入勝。他不用哭喊，不靠煽情，而是讓人物自然生長，情緒緩慢流動。這樣的克制，是成熟演員才具備的能力。當多位資深演員公開表示他終於開竅了，這不是一句輕描淡寫的評價，而是對白鹿2年來無數次自我拆解與重建的肯定。慢慢選擇，不被熱度裹挾。白鹿如今手裡有堆積如山的劇本，但他從不追求越火越好。他深知，有些劇能帶來討論度，有些劇能帶來口碑，而真正能帶他繼續走遠的，是會讓他成長的角色。
他像一位工匠，把浮躁一點一點消掉，讓每一步都穩紮穩打。白鹿並非沒有機會走捷徑，他只是不願意。在變化無常的娛樂行業裡，這種堅持本身就是他的護城河。3. 王鶴棣耀眼的光芒，卻被方向拖住了腳步。高起點，高討論度，但專業能力停滯不前。王鶴棣的優勢鮮明，外形突出，鏡頭感極強，自帶少年傲氣。他幾乎是被推着紅起來的，話題度從不缺。但當泡沫落下，觀眾開始關注更核心的問題：他的演技是否在成長？遺憾的是，過去2年，這個問題的答案趨向保守。許多劇中，他依舊依賴配音，而台詞不過關幾乎成為他最致命的短板。外貌可以奪目，但無法支撐一位演員長久站在行業前列。多線開花，卻像把力氣撒在空氣裡。王鶴棣不是不努力，相反，他忙碌到幾乎沒有停下的時刻。綜藝、歌曲、主持、品牌活動、海外演出，行程滿到讓人心疼。但努力沒有方向，最終可能只會變成消耗。當外界開始質疑他到底是歌手、主持人還是演員，這意味着他的職業定位正在模糊。對演員來說，這是最危險的信號。缺乏代表作，資源有，沉澱不足。娛樂圈更新速度極快，每年都有新人帶着新面孔湧現。但在過去2年，王鶴棣卻沒有再拿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代表作品。資源被看到，但作品本身缺席。粉絲焦慮，不是因為他不努力，而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還能憑什麼說服路人他是個好演員。雙引號，沒有作品，就像劍客沒有劍，姿態再漂亮也只是擺設。輿論波動放大了問題，而團隊尚未給出解決方案。他的音樂曾因歌詞質量被質疑，泰國演唱會票價過高被送上熱搜，綜藝中有時疲憊，有時心不在焉，都被無限放大。爭議並不是問題本身，真正的問題是不知道如何轉化成成長的動力。資源仍在，但時機正在流逝。4. 銅礦是巧合，也是行業規律的投影。白鹿與王鶴棣的職業軌跡，如今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。白鹿聚焦深耕，穩步上升；王鶴棣發散消耗，狀態起伏。他們不是天賦相差巨大，也不是資源差距懸殊，而是選擇和方向決定了速度與高度。娛樂行業看似充滿偶然，但真正決定一個演員未來的是非常具體的3件事：作品、能力、定位。白鹿牢牢抓住了3點，王鶴棣則在多線奔波中讓主線變得模糊。因此，3秒銅礦之所以令人唏噓，不是因為緋聞，而是因為2年未見，2人的狀態已經走向2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5. 未來會怎樣？3秒鐘之後的2條路。對白鹿而言，他已經完成了從話題演員到實力演員的轉型，未來選擇只會更穩、更寬。他的上升不急不躁，而是如溫水般持續向上。對王鶴棣而言，他依舊擁有巨大的潛力、受眾與市場，但轉折點正在逼近。如果繼續保持如今的節奏，他可能會錯過演員最寶貴的黃金時期。但若能回到主線，加強劇本選擇與專業訓練，他仍然有機會完成翻盤。業界從不缺奇蹟，只缺決心。6. 3秒鐘的意義，不是故事，而是現實的啟示。那天晚上的銅礦，如同一面鏡子，映照出2個年輕演員如今的不同階段，映照出演員行業的殘酷與真實，也映照出一個規律：熱度會消散，實力與方向才會留下來。3秒的激動僅是表象，其背後是2年沉甸的努力、選擇、代價與分叉。未來他們是否會再次並肩，這沒人能預言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
演員的路不是比誰走得快，而是比誰走得穩，走得遠。而這正是白鹿與王鶴棣如今最明顯的差距，也是娛樂圈最真實的注腳。